嗨，大家好，我是智慧传媒。今天我来和大家解读七大市场力量。这本书我觉得梳理了简单好用的企业战略的框架理论，绝对值得阅读的宝藏。这七种力量是任何企业都需要了解的，它们可以帮助你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成功。七大市场力量包括规模经济、网络效应、反定位、转换成本、品牌、垄断资源、流程力量。在本视频中，我将向你详细介绍每一股力量，让你知道如何利用它们来提高你的竞争优势。所以，如果你想了解如何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请继续观看本视频。什么样的公司才能在长期内取得成功？我们可以通过探索汉密尔顿·赫尔默的七种力量来找到答案。接下来，你将通过7个案例研究了解每一种力量。如果您是一位企业领导者，每个故事中可以获得的洞察可以帮助您在决定是否挑战现有竞争对手时做出更好的决策。如果您是一位企业家，他们可以帮助您根据其潜在的战略地位更好地识别一个成功的商业理念。但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简要谈谈我们如何使用力量这个词。它是一种战略地位，可以让您的公司获得极端和持久的成功。如果您的业务没有至少一种这些力量，您的策略将无法克服前面的障碍。力量的组成部分是好处和障碍，该位置的好处必须大于任何成本。而从权力持有者的角度来看，障碍需要尽可能接近对竞争对手无法逾越的程度。在以下各个力量及其事例中，您将看到每个战略位置的好处和它们所产生的禁止性障碍。这里的目的是理解为什么某些公司会成功，而另一些公司会失败，以及何时不合适挑战权力持有者。我们将通过7个案例研究来了解每一种力量，看到这些力量如何帮助企业取得成功，以及它们如何为企业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Netflix 早在2007年 ，Netflix 就将 Blockbuster 抛在了后面。他们已经通过将自己定位为租赁家庭的公司，给 Blockbuster 带来了竞争。即使 Blockbuster 尝试了自己的 DVD 邮寄版本，但 Netflix 的名字已经牢固地与这种做法联系在一起了。然而 ，Netflix 做得更好的是预见了未来。他们知道 DVD 的寿命有限 ，Netflix 意识到流媒体功能很快将使人们通过流媒体而不是 DVD 查看节目和电影成为可行。因此，在2007年，他们进入了流媒体市场。这种远见着实对 Netflix 来说并非一时半会。在开发流媒体平台的过程中， Netflix 发现很难管理允许他们在各个地区使用各个时间段的属性的合同。他们知道，要保持强大，他们需要做些不同的事情。所以在2012年，他们开始了原创作品，如 Lilyhammer 和 House of Cards。当时 Netflix 拥有超过3000万用户，一部 House of Cards 的成本为450万美元，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每位用户收取 0.15美元。有趣的是，当你考虑到这项经济学时，每集的价格不是固定的，而是取决于用户群。因此 ，Netflix 可以吸引的用户越多，为用户提供内容的成本就越低。这被称为规模经济，它是第一个力量。规模经济存在于您的业务成本随着产品供应量的增加而降低时。很难取代拥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公司。想象一下，作为一个只有300万用户的新流媒体平台，试图创建 House of Cards， 您的每位用户的成本是 Netflix 成本的10倍，因此击败他们在游戏中的成本变得不可接受。规模经济构成力量，因为它代表了在行业顶部长期根深蒂固的潜力，并且很难被竞争对手克服。Netflix 的成功证明了规模经济在商业世界中的重要性。规模经济可以为公司提供巨大的优势，并使其难以被竞争对手击败。Branch Out 到2010年 ，LinkedIn 拥有超过7000万用户，2023年报告的9300万用户的一小部分。当时，一位雄心勃勃的连续创业者试图通过创建自己的社交网络应用程序 Branch Out 来占领一些市场份额。Branch Out 的领导层理解到 LinkedIn 已经拥有了庞大的用户群，因此他们明智的没有试图正面竞争。相反，他们选择利用 Facebook 的用户群当时为6亿8千万的力量，创建了一个与 Facebook 集成的应用程序。他们将自己定位为连接个人和职业生活的桥梁，提供消除两者之间障碍的服务。最初，
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但2年后，用户数在约1700万的情况下停滞不前，最终被 Facebook 收购并改造成一个工作场所聊天应用程序。Branch out 是唯一可能挑战 LinkedIn 的方式，但事实证明，人们不想在工作和职业生活之间消除障碍。然而，这里的要点在于，为什么不可能正面迎战 LinkedIn？ 因为 LinkedIn 享有网络经济，这是第二种力量。网络经济是指用户群本身提供价值。换句话说，用户们不是在购买产品，用户就是产品。网络越大，对订阅者、广告商和投资者的价值就越大。要挑战一个拥有网络经济力量的公司，障碍是显而易见的，要建立足够的网络，成为一个可行的竞争对手，成本是不可逾越的。最终 ，Branch out 遵循了必然的道路，考虑到用户偏好，将工作和生活分开。但他们确实遵循了可能成功的唯一道路，这是因为 Facebook 的网络经济是 LinkedIn 的近10倍。Branch out 的失败是一个教训，说明了网络经济的力量。如果没有网络经济的优势，很难在一个已经建立了强大网络的行业中取得成功。Kodak 是一家在其鼎盛时期拥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公司。Kodak 是建立在消费者需要不断购买胶片以及一些专有技术的基础上的。他们看到了写在墙上的字：数字摄影将有一天使胶片过时。我们可以批评 Kodak 没有更有前瞻性，但事实是，他们确实花了大量时间寻找生存选择。问题是，他们没有地方转移。变化发生在技术层面，他们在数字摄影或照片存储行业中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他们在这些领域没有竞争力。Kodak 输给了反定位的力量。在这种战略地位中，您通过提供一个既成功的找到市场，又是现有公司无法或不愿竞争的新位置来取代现有公司。现有公司要么无法竞争，如 Kodak 的情况，要么不愿意竞争，因为成本太高或会蚕食其现有业务模式。虽然这是需要挑战的战略地位，但反定位可以将您置于几乎无可匹敌的地位。只是要注意 branch out 的情况，因为误读您的市场可能会让您付出高昂的代价。Kodak 的失败是一个悲剧，但它也是一个教训。如果我们不想重蹈 Kodak 的覆辙，我们就需要密切关注技术的变化，并在必要时进行转型。SAP 在企业资源规划软件领域， SAP 在获得不太好的评价的情况下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对美国和欧洲客户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他们发现 43% 的用户对该公司的客户服务不满意， 50% 的用户表示他们无法预测 SAP 在未来的成功。然而，最令人惊讶的统计数据是，其中 89% 的人表示他们将继续为 SAP 付费并使用它。那么为什么人们会留在他们不喜欢的产品上呢？这就是第4种力量转换成本。人们之所以会留在一个他们并不完全满意的产品上，是因为转换成本太高。也许他们担心转换的成本，包括时间和培训，也许他们不想失去他们已经建立的联系，也可能是他们购买了太多附加组件和增值组件，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投资了该产品。当你在客户群中建立一种坚定的忠诚度时，你就利用了转换成本的力量，但这只有在你能够继续向那些客户销售时才有好处。毕竟，根据评论显示，有 43% 的客户对客户服务不满意，所以你不会得到新的客户。因此，你的优势在于销售可选组件。对于竞争对手来说，要想取代一个拥有转换成本优势的公司，就必须证明转换到你的产品上有明显的优势。这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它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和研究才能实现，以及一个远远优于竞争对手的产品。SAP 的成功是一个启示，说明了转换成本的力量。如果没有能够提供一个明显优于竞争对手的产品，很难在一个拥有高转换成本的市场中取得成功。Tiffany， 你会为一个特定品牌的产品额外多花3倍的钱吗？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这里有一个来自2005年的故事。当时早安美国节目做了一个小实验，他们买了 Costco 的$6600美戒指和 Tiffany 的16600美戒指，然后请专家对他们进行盲目评估。专家最终将 Costco 戒指的估值提高了$2000美，而 Tiffany 戒指的估值则低于要价$4000美。即使如此，许多人仍然会很高兴的多花钱在 Tiffany 买东西。
他们这样做不一定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信任。在进行高风险的购买时，人们不想担心真伪或质量。你知道，当你从 Tiffany 买戒指时，你会得到正品。这就是品牌的力量。你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专注于建立品牌来获得品牌力量。对于试图挑战这种力量的竞争对手来说，障碍是他们永远不会成为 Tiffany、Nike 或可口可乐。没有真正可行的办法来对抗一个合法的品牌力量，但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挑战他们。建立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牌的道路漫长而艰难，但一旦你实现了它，你将几乎无敌。Tiffany 的成功是一个教训，说明了品牌力量的力量。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品牌，很难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成功。Pixar 玩具总动员于1995年首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但不常发生的是，一部又一部的电影都取得了成功。Pixar 显然有一种魔力，这一切都始于它的起源。1983年，乔治·卢卡斯以$500万的价格将 Lucasfilm 计算机部门的图形小组出售给了 Steve Jobs， 他把它卖给了 Steve Jobs，Jobs 将其更名为 Pixar， 并聘请了动画专家 John Lasseter 和 CGI 科学家 Ed Catmull， 这三人组成了 Pixar 最终成功的智囊团的雏形。当迪士尼收购了 Pixar 时，他也注意到了智囊团，因为没有这个核心小组和他独特的才华和技能，就没有 Pixar。Pixar 的力量是垄断资源的力量，这意味着拥有其他人没有的东西，无论是特定的专利、对独特产品或资源的访问，还是在 Pixar 的情况下，只是一个神奇的混合天才。垄断资源的优势在于，当你能够访问一些有限的东西时，它会使你的产品更优越或降低你的成本，或两者兼而有之。而障碍是显而易见的竞争对手不能做你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访问你成功所需要的资源。Pixar 的成功是一个启示，说明了垄断资源的力量。如果没有垄断资源，很难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成功。Toyota 在1960年代，通用汽车在汽车市场上占据了 48% 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丰田仅占 0.1%。1950年，丰田的创始人花了数月时间在密歇根州的一个小镇上研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工厂。他20年前去过那里一次，印象非常深刻，但在1950年的访问中，他一点也不 impressed。相反，他看到了许多可以优化他观察到的过程的机会，所以他着手创建一种更好的造车方式。当丰田进入市场时，它在外观上没有立即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但它的质量是优异的。多年来，丰田获得了市场份额，通用汽车失去了市场份额。到2014年，他们势均力敌。通用汽车与丰田联系，试图将其流程引入通用汽车的生产。事实上，许多公司都去丰田学习它的流程。没有秘密，丰田对其方法非常开放，甚至帮助解释了它，以便其他人也能使用它。然而，没有人能够充分复制丰田所做的事情。归根结底，丰田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其流程所依据的原则之上的。因此，它不仅仅是他们的造车流程，还包括所有内在的支持系统。这些系统构成了该公司 DNA 的一部分，并使这些流程成功。这给我们带来了最后一种力量——流程力量。在流程力量中，就像垄断资源一样，你在你的组织中嵌入了特定的流程。这些流程允许你以更低的成本运营和或生产更优质的产品。竞争对手无法在他们自己的组织中复制您的流程力量。与品牌力量类似，流程力量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它不能被打包和实施，它需要长期的准备。看到其他人如何取得成功，以及为什么有些人没有挑战那些强大的组织是有价值的。7种力量可以教会你何时应该接受挑战以及如何做。你还可以了解你的公司没有一个战略性的起点时该怎么做。然后你可以选择转向或转移到更有利可图的领域。丰田的成功是一个启示，说明了流程力量的力量。如果没有强大的流程力量，很难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成功。以下是7种力量的快速回顾。规模经济，大规模的运营可以降低单位成本，为公司提供竞争优势。网络经济，更多的用户可以增强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在技术平台上尤其明显。反定位，使用创新的商业模式的新进入者可以打乱现有公司。现有公司无法在不损害自身的情况下模仿他们，转换成本、更换产品或服务的高成本有助于留住客户。品牌，强大的品牌可以培养客户忠诚度并允许高价定价。垄断资源，对有价值资源的独家访问会带来显著优势。流程力量，独特、优越的生产方法可以超越竞争对手。结论，7种力量可以帮助你理解成功的关键因素，并为你自己的业务提供启示。如果能够利用这些力量，你就可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成功。在观看视频后，请花一些时间思考你的业务目前所处的市场环境。你面临哪些竞争对手？你的竞争优势是什么？你在哪些领域可以提高你的竞争力？利用7大市场力量来分析你的业务。哪些力量对你的业务有利？哪些力量对你的业务不利？你如何利用这些力量来提高你的竞争力？制定一个行动计划，利用7大市场力量来提高你的竞争力。这个计划应该包括具体的目标、步骤和时间表，定期评估你的行动计划，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通过遵循这些建议，你可以利用7大市场力量来提高你的竞争力，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成功。好了，谢谢收看本期关于7大市场力量的听书视频。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传媒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激发你的思维，发现新的世界。点击通知按钮，第一时间一起体验启迪思考与智慧的力量，开启美好未来。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如何在人生中取得美满成功，敬请期待。谢谢收看。